第8课，倚靠神的公义。当职场没有公平时，该怎么办？你是否曾在职场上感到无力？也许你是团队里最认真工作的人，却被忽略，或是你总是愿意帮助同事，结果功劳被别人抢走，甚至你可能被上司刻意针对，给你不合理的工作量，却对某些同事特别宽容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做？有人选择默默忍受，有人试图反击，还有人选择放弃，换个环境。但当现实逼迫你走到无路可退时，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份不公平？圣经怎么看待这样的处境？让我们一起来探讨。1.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诗篇37篇5到6节。1. 世上的不公平对神的公义。世界不是完美的，职场更是如此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用欺骗和手段爬上高位，而诚实努力的人反而被埋没。但诗篇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的，他看见一切，也在他的时间里为我们伸张正义。春美在公司里总是认真负责，但主管却偏爱一位总是奉承的同事，给予他升迁机会，而忽略了春美的努力。春美感到委屈，但选择持续祷告，并依靠神。最终，神为他开了一扇更好的门，让他进入一家更公平的公司。2. 等候神的时间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神的公义来得太慢。当我们被误会、遭遇不公时，我们希望立即得到伸冤，但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不同。就像约瑟一样，他被哥哥们卖掉，含冤入狱多年，但最终神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创世纪50章20节。问题是，你愿意相信神正在掌权，并在他的时间里行公义吗？2. 信靠神的时间，不焦虑，不惧怕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罗马书8章28节。1. 神能使用不公平来塑造我们。很多时候，神允许我们经历不公平，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而是他要借此塑造我们。想想大卫，他明明受膏为王，却被扫罗王追杀多年，但在这过程中，大卫学会了忍耐，倚靠神，最终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。在职场上，我们可能会遇到让我们感到痛苦的环境，但如果我们信靠神，就能发现这些经历其实在磨练我们的品格、信心和谦卑，使我们更像基督。2. 放下焦虑与惧怕。当你发现自己的努力没有被看见，或是别人因为手段不正当而成功时，内心是否会焦虑、不安，甚至怀疑神是否真的在掌权？罗马书8章28节提醒我们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神都能使这一切为我们的益处效力。永强的同事总是推卸责任，让他成为团队里的背黑锅者。永强一度想愤怒辞职，但他决定依靠神，每天为公司和主管祷告。没想到有一天，主管突然发现实情，反而把升迁机会给了永强。3. 当你无法改变环境，该如何交托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腓立比书4章6到7节。一、祷告交托，而不是愤怒或报复。当我们面对不公平时，我们有2种选择：选择怨恨与报复，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，甚至影响与神的关系；选择交托与祷告，让神来处理，并让他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无法改变别人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对环境的态度。当我们将焦点放在神身上，而不是职场上的不公平时，我们就不会被苦毒和愤怒所控制。2、内心的平安比外在的公平更重要。也许你的工作环境仍然不公平，但如果你能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，你就不会被这些环境所击倒。因为真正的胜利不是在职场上赢过某个人，而是在基督里找到稳固的身份与价值。结语：职场不公，交给神。当我们面对职场的不公平时，神并没有要我们逃避，也没有要我们以恶报恶，而是要我们相信他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信靠他的时间与计划，学会交托，让神掌管我们的心。问题是，你愿意相信神的公义，并选择依靠他，而不是被苦毒与焦虑掌控吗？这堂课的挑战是，当你遇到不公平时，试着停止抱怨，开始祷告交托，并相信神正在为你动工。或许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神的公义比你想象的更加真实。